大家好，最近还是有很多新朋友问我是用什么设备来拍视频的，包括后期是怎么剪视频的，我今天简单来回答一下。这就是我拍摄的3件套。手机我还是比较习惯用这个苹果，我觉得从拍视频的角度来说，苹果的颜色我觉得更真实啊，所以一直在用苹果。我现在用的这个其实是苹果的12 Pro Max，这个已经用了快2年了时间。另外就是这个云台，这个就是手机云台啊。这个手机云台呢，就是走路拍特别稳，特别稳。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台是大疆5，大疆5，就是它比以前的那个云台呢，就是体积小一点，体积小一点，这个折弯非常小非常小。以前像用的大疆4的是这样的，这个比以前的，你看放口袋里或什么要小很多，也轻很多，另外它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延长杆，所以偶尔可能会拍一个自拍啊，不会离脸那么近，但我很少用这个延长杆啊，所以它这个拾起来确实稳。我现在基本离不开这个云台，这是磁吸式的就是它用起来特别的稳，所以你看我的视频都是没有任何抖动啊。就手机虽然都有防抖功能，但是你要走路的时候，你很轻松的去拍摄但是这个就是非常轻松，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脚底下啊，或者说这画面有不稳的情况，非常稳定就是这个云台，这算是我可能非常主要的一个拍摄设备可能很多粉丝在路上碰到过我基本都是拿着云台在走路随时就是抓拍了包括这个横屏、竖屏照片、视频都可以切换所以这个是我最常用的一个手机云台另外就是3脚架的自拍杆我这个自拍杆不是用于拍自己的拍自己脸部的主要是有时候我觉得环境特别美我自己想入一下镜，那也证明是我来过这里，我就会用这样一个3脚架的自拍杆这个原来我介绍过，这个相对比较小一点，也是放我的腰包里比较容易，重量也算比较重的几十块钱，60、70块钱。那我现在可能这个有点用坏了，我后来换了一个大一点的。这个呢就是高度更高，更稳，基本上刮个5、6级的风它也刮不倒。就是简单的这3个设备，跟其他的这种自媒体的大咖粉丝比较多的人相比，我这个算非常简单的了他们像这种什么 GoPro 相机无人机其实你别看我有一些视频是有无人机的，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同伴或者是正好碰到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玩人家都带着，因为确实现在旅游不带个无人机好像拍不出特别的视角来但我自己的风格还是从普通人的角度看风景我也知道这个无人机拍的可能更壮观一点但不是作为我的主力我还是靠我自己的行走方式用我普通人的视角去拍出最美的风景，这个是我的特点当然我一直想买一个无人机，但就觉得无人机呢感觉有点重背着但是现在新出了一个这个大疆的这个迷你3 Pro 也扛风也不错也考虑要不要买一个。好，接下来我说一下我怎么剪视频的。我剪视频都是用手机完成的，因为我在路上旅游的时候没有带电脑，所以都是用手机拍摄、手机剪辑。手机的剪辑软件其实很多我现在主要就是用这个剪映，这也是可以说绝大部分做视频的人可能经常用的特别像我们这种长视频就是做的横屏的长视频基本都是用剪映完成的不像说是用抖音可能用抖音直接的模板就拍了拍完就发出去了
这个是剪映啊，看一下这个剪映。剪映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剪映就是这个软件 APP， 可以把它下载。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剪映。然后，每天拍完的视频，其实我一天拍下来一个景点的视频是非常多的，大概一般都有几百条啊，每一个都是有10秒左右啊，短的也有5、6秒的哈，长一点的10几秒，很少有特别长的啊。然后拍出几百个小视频来，然后晚上的话呢就开始剪这个视频，用这个剪映软件啊。我来简单的说几个主要功能啊。这个是剪映打开。打开之后，这个界面呀，可能手机不一样，它的界面有一点不同，不管它，里面会有好多的功能，其实有些我都不太熟悉和了解。打开页面，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你就直接点这个开始创作，点这个开始创作，然后就会把你当天拍的视频都可以看到，这都是当天拍的视频，我只存了一些之前的视频哈，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演示。这是我以前在新疆拍的一些小视频，比如说你今天拍的视频是这些哈，我就把这些视频都点上你觉得可能会剪进来的当天的，先都给它点上。你看我这个很多，比如说大概有可能20个、30个先统一的给它放进去。我都是放进去之后，我才知道今天拍了多少素材的视频。我放进去，比如今天我放进去了，这所有的视频是可以看到10分15秒，我大概把今天拍的视频放进去了。这个是作为粗剪的这个素材这是第一步，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们可能刚初学的人不会拍这么多视频，是吧？可以剪一个3、4分钟的、2、3分钟的就可以你放进去，之后这是第一步。这第一步出来了之后，其实就是粗线条的成品就出来了，但是不可能把拍的这么毛躁的东西直接就发出去，是吧？要稍微剪辑一下剪辑的话呢，主要用这么几个功能吧。这个功能键呢都在下面看这上面剪辑、音频、文本，后面还有什么特效画中画，后面我都不用，我用的基本就是前3个功能。第一个剪辑，剪辑的主要功能就是我把我今天拍的东西好的地方留下来，不好的地方给它剔除掉、删除所以比如说你像今天这个视频，我这一段一段的你点哪段的话，它就自动显示出来了。然后你要觉得有一段不想要的，你就可以用这个分割线，就把这一段分出2段了这段不想要的点上去，然后这后面就有一个删除键，把它删掉就行了所以我一般第一个粗剪下来，通过这个剪辑分割，把那些不好看的镜头拍坏的镜头都给它剔除出去这是第一步。我一般剪辑完之后分割出去之后，大概可能从40、50分钟的视频里面可能保留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保留的视频都是画面比较完整的了我现在把这些视频放进来的都是以前剪好的视频，所以都是比较漂亮的、比较完整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多改动的这是第一步，通过剪辑来把一些比较好的镜头都罗列在一起那这时候呢，还有第2步，我通常做的就是这个配乐音乐因为拍的视频里面都是杂音如果说你拍的视频里面喜欢用这些原始的声音，也可以是吧？直接生成就行了。但因为我是追求比较唯美的画面另外一个我还是要做一些解说的内容，所以我通常会把原始画面的声音给它静音这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画面关闭原声这些都是可以把原来的声音关掉。每一段视频都可以尝试着把它关掉原声关掉原声之后，这一段视频就是安静的了但是如果纯安静的视频也不好听所以我通常都会配乐和配音。配乐呢，我就会选一些音乐，在这里面有一个音频键，看到了吧
有音频键。那这个音频键里面的话呢，也有很多功能。我常用的就是直接点这个音乐，点完音乐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关于添加音乐的这个页面，里面呢会有一些自动推荐的音乐，觉得适合呢你就用一用啊。它有一些推荐的音乐，可能都是觉得比较配这段视频，你都可以听，你都可以听一听。当然，这些音乐呢，有些可能是你也用过啊，他就觉得比较搭配这种风格，自然会给你推荐了。如果觉得不好的话呢，你可以从上面这里面去搜索添加音乐。这个可能对你这个对于音乐的了解就有一些的难度，因为你觉得是想要交响乐的呀，或者说比如说像我用什么排箫啊、笛子呀这种中式的音乐，我就会搜一搜这种风格的。有呢就试着听一听，可以就用；没有呢再去找。如果觉得比较好的音乐，就可以收藏一下。收藏下来的话呢，它就会，你看这个音乐里面有一个收藏键，你看我会收藏一些东西。收藏之后就会想用的时候直接去用就行了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从抖音里面下载的音乐，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抖音里面很多人都是配乐配的挺好听的，但是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短音乐特别多，10几秒的、15秒的、30秒的。像我很长的音乐，我特别希望找一个整首歌的，你就要主动的在抖音里面去搜一些完整版的，搜到的话可以你就把它收藏一下，然后在配乐的时候在这个抖音收藏里面一点这个抖音收藏，它就出来了啊。有一些东西就是比较长的视频音乐，你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在这个添加音乐这一块就可以，这个功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我常用的第3个就是文本啊，文本这个就是配字幕的。字幕呢，它本身呢就是如果你视频里有音乐，它有一个字幕识别，看到了吧？有一个识别字幕。其实你点这个识别字幕，就有一些说话的声音的字，它就自动给你显示出字幕了。所以好多人老问我这个字幕是怎么生成的，就这个呢，在这个文本里面有一个识别字幕，然后就自动会把你视频里面的声音识别出来，字幕打上。但是呢，经常会有错字，你需要校对一下，把那些错字校对下来啊，把它修改了就行了。这个功能也比较简单，看一看啊。这3个功能，还有就是在音频里面呢，除了配乐，我经常会配音。配音呢，就是在右边这边有一个录音功能啊，点进去之后，你就摁住录音，你就可以看着画面去录了。这个我用的比较熟练了啊，所以我主要用这个3个功能就行了，不难，你要试着用一用啊，用一用你就知道很简单了。然后具体的功能啊比较细了，就你可以先尝试着做一个1-2分钟、2-3分钟的，把配乐、选音乐，是吧？尝试着自己配个后期的配音，尝试着做一个字幕就行了。所以这几个主要功能就可以把这一段视频做好了你看我刚才加的这个10几分钟视频，我一会儿简单来做一做把它做成一个3-4分钟的这是一个新疆旅游的一个视频，你看看把它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